千元界灵动木尘成神的消息很快就被传播了开来，不管是天元界还是千元界以及其他大界，都是震撼性的消息。炎帝萧炎3年成神，五祖灵动、木主木尘、持萧炎2年成神，而且这3位皆是来自于第3等级的千元界，一个下等级的大界竟然诞生出了3位神器，可当真是世界气运加持己身。此消息传出后，令得6个大界中的强者都是为之震撼，特别是大元界、古霸界，他们同样是第3等级世界，竟然没有诞生一位神奇，而千元界则是诞生了3位神奇，大界之间的底蕴马上就彻底的形成了差距，就连天人界以及天星界的众多强者都是纷纷震惊。除了天元界之外，如今6个大界之中，就属千元界的神奇最多，一个大界中有1位神就不得了，更何况是3位神，这等能阵容，除了天元界，没有一个大界能够与之对抗，这就是神的强大可怕之处。所有的主宰者在神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渺小蝼蚁而已。千元界的千元之眼，这是当年萧炎、灵动、木尘3人一起创立的独立空间，如今由千元宫作为主导，千元界里的一切事物。此时千元宫宫主晴天一声朗笑，哈，没想到千元界诞生了3位神，炎帝、五祖、木主，你们真是让我们都望尘莫及啊。除了晴天之外，现在千元之眼中还有万木之地的不死之主，以及剑域的青山剑圣，他们3位的实力同样是达到了主宰境，虽然已经能够感应到世界的意志，但是如今的萧炎、灵动、木尘已经成神，就算是这方世界的主宰，也已经远远的落在他们的身后。晴天兄，哪里，我们也只是有更好的运气和机遇罢了。萧炎也是拱手气度非凡的说道。晴天公主、不死前辈、剑圣前辈，你们的实力也已经今非昔比，只要你们朝着神之路为目标，在未来的某一日，你们也会成神。沐尘恭敬地对着3人说道，毕竟这3位的年龄都比自己高出很多，自然需要对其尊敬。如今都是你们这些小辈的天下了，我们都老了。青山剑圣也是爽朗的出声，看来大家都很久没有那么放松过了。对了，过段时间你们又要离开千元界，去参加什么招揽神会吗？一道苍老无比的声音淡淡的传出。是的，不死前辈，毕竟想要让自身的实力变得更加强大，必须要飞升第1等级世界，只有那里的世界资源才是能够让踏足神之路的他们获得更好的实力提升。也好，你们如今背负越来越大的责任，只能前行，不能后退。不管你们有着什么打算，我们以及诸天无数生灵都会在背后支持你们。萧炎、灵动、木尘对其拱拱手。接下来他们在千元之眼借着如此的机会聊了3天3夜，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无尽火域、武境、幕府派出来的诸多强者，花费近2年的时间，依旧没有寻找到魂天地，也没有强者被夺取灵魂的消息。此事情也渐渐的淡了下去，千元界也是平静了一段时间。然而这种平静并未持续太久，便是被一则不知道从何处传来的消息掀起了5大界的惊涛骇浪。这则消息便是第2等级世界的天人界。原本除了最强10大种族被灭之后，天人界再度有着新生势力崛起，也有老牌势力直接登顶。但就在这段时间，却是有着一些强者发现天人界方位的区域竟然弥漫着无尽的毁灭之气。还有一些强者进入天人界中探测时，却是发现如今的天人界之中已是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影，甚至连其他生灵皆是消失的无影无踪，并且不管是天人界的哪一座大陆中，竟是充满着非常浓郁的毁灭之气。也就是这种毁灭之气，令得前来探查的一些最强主宰者都感到肉体灵魂无比的生疼，而且有一些强者一不小心就被毁灭之气给笼罩，就此陨落其中。一些反应极快的强者也是发现了异样，这个天人界不能久留，瞬间将速度爆发极致，离开了这充满毁灭之气的天人界。而这些强者逃出之后，仍然惊魂未定，看到天人界中的变故，旋即一股寒意便是从脚底涌上脑门。这件事情太诡异了，整个天人界之内，其中无数的生灵就这般凭空的蒸发掉了。这一诡异的件事传进其余的5大界之中，无疑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后面也有不少大界的强者前往天人界，然而不管他们如何的探测，都是未曾发现有半个天人界的人，就连人影都没有。而且其中的毁灭之气实在令诸多生灵强者都不敢再踏入天人界半步。这简直就是一起非常严重的事件，没有任何的生机，让人无比的震惊与不解。天人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充满毁灭之气的天人界算是彻彻底底的进入永久性的毁灭了。天人界作为第2等级之一的大界，虽说那最强的10大种族被灭，但是其中的超级势力和其他宗派依旧是非常的强大无比。虽然整体底蕴大有损伤，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天人界这么一个大界，再怎么底蕴受损，也同样是能够继续保持第2等级世界行列之中。如果说是灭界的话，放眼第2等级和第3等级世界，恐怕就算是天元界这等大界，都很难神不知鬼不觉的将一方大界以及大界中的所有生灵全部抹除。当然，除了被灭界这一说话外，还有其他不同的说法。不过最后唯有灭界这说法还是更加接近真实性一点。天人族消失的这一件事情引起了5大界的轩然大波，各方大界之中的势力都在不断的猜测着这件事情起因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而在外界胡乱猜测时，萧炎、林动牧尘也是同样。这几天下来的分析发现，能够让一方大界处于神不知鬼不觉中，击杀了其中无数生灵，并且毁灭一方大界的不解之谜，都指向了第一等级世界中。虽然天人界与其他5大界的关系并不好，但是也不会彻底得罪其他5大界。当然，与天元界的恩怨还是颇深。不过，天元界中虽然有数位神奇，但是也不足以能够让这偌大无比的天人界，在这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给毁灭了。因为办不到。神奇的力量固然强大，但是想要灭了如此一个第2等级的大界，也都不是那么简单做到。外人因为此事而茫然，但萧炎、林动牧尘却是有着自己的猜测。在很久以前，他们就遇到过与天人界中那毁灭之气有一些相似的事情，那就是当年他们踏入主宰境不久，发现大千世界有一个镜像世界，也就是小千世界。当时在他们3人联手不敌界外天主，选择自爆，还差点陨落。要不是圣仙之主和不朽之主将他们3人救下，恐怕那时候就已经不过极人天象。他们没有陨落，并且萧炎找到了圣火榜排名第1的圣光仙炎，而灵动牧尘在不朽之主的口中得知，祖符不只有8道，而是有10道祖符，也知晓了其余5座原始法身的位置。当他们都从圣仙之主和不朽之主的独立空间中出来的时候，便是发现整个小千世界都已经处于永久性的毁灭，其中同样充满着毁灭之气，与天人界此时的景象一模一样。这个猜测被分析出来后，萧炎、灵动牧尘3人心中已然有了所有人都不知道的答案。天人界虽然被灭了最强10大种族，但整个大界的底蕴犹在，想要神不知鬼不觉的将整个天人界上的无数生灵强者尽数屠灭，几乎天元界也做不到。而天元界也已经被排除，毕竟天元界的那些神奇萧炎他们也接触过，了解他们也不会这么做，也没有什么目的，因为萧炎他们也在那些神奇的身上看见了与自己一样的身影，不顾一切也要守护自己的世界，保护诸天无数生灵，这就是作为大界中最强者的责任。所以能够办到的，只有更高等级世界中的某一些神势力或者是超神势力才有着这种大能，而低等级世界中的某一些神之势力已经被萧炎、灵动牧尘列入最大的嫌疑。萧兄心里是否已经有了答案？灵动目光投射过去，显然他心里也同样知晓这一次天人界被毁灭的答案。萧炎也看了看灵动牧尘2人，点点头，然后出声道：“我的答案与灵兄牧尘所想的一样，能够做到这般神不知鬼不觉就屠灭整个天人界，必定是第1等级世界中某一些神之势力所为。而他们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苍穹之心。”这4个字一出，他们周围的空间之中顿时席卷开来一丝炙热的火焰气息。灵动牧尘2人也不否认，的确萧炎所说的就是他们灵兄所想的，或许这就是天人界被灭界的真正原因。那股毁灭之气就是失去了大界的最核心之物苍穹之心后才会出现的毁灭能量，而且这股毁灭能量会一直弥漫天人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毁灭能量会不断的吞噬大界中的所有生灵，最后就会进入永久性的毁灭。萧兄，看来夺取天人界的苍穹之心那些人，似乎与当初界外天人族以及先天神族背后的那道神秘势力有关系。牧尘，你觉得呢？萧炎朝着牧尘问道，后者也是若有所思，旋即也直接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萧炎兄，我的想法也与林动兄一样，应该就是此前先天神族背后那道神秘势力所为，只是不知道他们夺取这苍穹之心究竟是为什么？难道说这苍穹之心有着什么秘密，令那强大神秘势力都要想方设法的去夺取？牧尘的疑惑也让萧炎、灵动陷入片刻的思考，只不过并没有得出什么合理的结论。这苍穹之心似乎对于他们非常重要，不然也不可能在很久以前就布下计划，入侵各大世界之中，故意掀起这些大界中的灭界之战。萧炎喃喃道：“看来所有的一切都指向第1等级世界中那顶尖神级超神势力的灭神府。”这也是此前粉老告知萧炎的一些关于灭神府的信息。不过就算粉老也不是很清楚灭神府真正的面目与来历。按照粉老所分析，灭神府的神秘底蕴恐怕不比神奇联盟差。从某一些角度分析，灭神府似乎比神奇联盟还要恐怖。他们为了达成自己的计划，宁愿让一个大界毁灭，也要夺取苍穹之心，甚至不断在暗中挑起各大界内的纷争。如此可怕的野心，不愧是灭神府。虽然目前对于灭神府的了解少之又少，不过待得他们3人飞升第1等级世界后，也会慢慢的知晓一些不为人知的答案。此次的天人界之变，嫌疑最大的无疑便是灭神府。当然萧炎他们没有将这事情告知大家，毕竟这关联到非常强大的神秘势力，如果让他们沾染上一点关系的话，或许对于他们有着极为不利，甚至还有生命危险。所以萧炎他们决定暂时不说出这一次天人界被灭界的真相。如果对方真的是冲着苍穹之心来的话，那么一定不会收手。苍穹之心每一个大界都拥有，如今天人界的苍穹之心已经夺取，而拥有苍穹之心的其余大界则是将会成为他们下一个目标。所以在这次天人界之变的事情，令得大宙似乎也开始并不和平了。不过萧炎他们也发现了一点，就是既然灭神府如此强大，毁灭一个大界简直对他们来说不用吹灰之力，但他们却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入侵大界的内部，开始进行瓦解，慢慢的击杀大界中的亿万生灵。虽然他们不知晓具体的原因，但是也体现了
他们想要直接毁灭大界，夺取苍穹之心，似乎无法做到。目前而言，各大界也是相对安全的，只有从大界内部才能进行他们的一系列计划，掀起内部战乱，或许都是他们的计划之一。所以萧炎三人打算让千元宫一定要注意，密切关注千元界的动态，一旦有什么发现，立即告知他们。萧炎给了晴天一颗地炎珠，遇到突发情况捏碎它，萧炎就会有所急速赶来。天人界之变带给大界带来了很大的震撼和冲击，但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件事仿佛也被所有人淡淡的遗忘了一般。但萧炎交代的事情，千元宫并没有松懈，依旧联合千元界中的各方势力，共同警惕与戒备着。一旦发现有什么隐晦力量，千元宫将会召集最强战力，全力抵御。天人界之变的事情引起了不小的波动，这种波动在持续了约5个月的时间后，也是逐渐的尽数退去。各大界之中，每天都是有着精彩诞生，各种话题也是数不胜数。即便是天人界被毁灭的事情，也是无法一直持续下去。而伴随着各大界之中那种种精彩事物的起起落落，距离那招揽神会已是将近。在这2年之中，萧炎在万火神域中淬炼神体，达到可以对抗第2序列之位的神体。灵动沐尘2人也在天元界中获得神元晶体进行吸收炼化，最后超脱苍穹榜，纳入神列，踏足神之路。千元界的3大超级霸主势力也开始召开新收成员的大会，逐渐的成为老一辈弟子，新的一辈新人再度涌入无尽火域。武境、幕府为这3大巨擘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第一道清晨的阳光照射大地，新的一天开始了。今日就是萧炎、灵动沐尘3人启程飞升第1等级世界的一天。无尽火域炎帝宫，萧炎坐在龙椅之上，望着下方众多的火域新弟子，表示非常欣慰。看到如今的无尽火域的越来越兴旺，离不开这位大域主萧炎的功劳，以及萧玄域主和众多火域中的高层人物。萧炎哥哥，我们会继续修炼提升实力，到时候你可要带上我们。狱中的事情你放心，我会和彩玲姐会帮你照看好的。薰儿的声音不是很大，但是深入萧炎耳朵之中，有着一道欣慰之色。自己最愧对的就是他们了，没有时间陪在他们2女身边，是作为一个丈夫的不负责任。但是他们2女也理解萧炎，只有足够强大后，方才是他们一家人团聚之日。薰儿、彩玲，等我在第1等级世界中立足后，我便接你们过去，到时候我们一家人又可以真正的团聚在一起了。萧炎也是千万般不舍，但还是强烈的压制住自己的情绪，与薰儿、彩玲深深拥抱了一下，才念念不舍的分开。你去新的世界中一定要小心。一旁的彩玲发出冷艳的声音，但是心中却是非常担心萧炎。萧炎一听，笑道：好，我的2位爱妻，等我接你们的日子吧。老爹。此时一男一女的身影则是出现在萧炎的面前，而后者见到一脸宠爱的对着2道身影摸了摸头道：我的2个宝贝孩子，我不在的日子里可是听你们娘亲的话，知道吗？知道了，老爹，我们都会等你到来接我们的一天。萧凌脸上也是挂着万般不舍，不过暂时的别离乃是为以后的幸福做准备。我的好弟子，路上一切要小心，不管到哪个世界，弱肉强食，这是不变的法则。只有让自身的实力变得强大，才是真理。药老则是大笑起来，如今他的炼药术已经突破药圣巅峰，成为一名药仙。老师，你的教导，弟子铭记在心。萧炎对着药老深深的一鞠躬，眼前的这位老人乃是他一生中最重要人之一。如今自己的成就离不开当初药老的培养，不管是药老还是萧炎，这师徒2人的炼药术天赋都是极其的变态。丹殿如今由药老掌管，出售的丹药品级可比丹塔那边还要高级得多。毕竟药圣与药仙的差距是非常巨大的。这2年，萧炎与自己的2位爱妻以及自己的2个孩子相处的时间是最多的，也是最幸福的时光。不过这样的美好时光终究会到结束的一天，但是萧炎已经非常知足了。等飞升第1等级世界后，在那个更高级的世界里创立自己的势力，必定要把自己的2位爱妻和2个宝贝孩子接回自己的身边。这段时间享受着如此惬意的时光，真是让的萧炎都不想去修炼了。好想一直沉溺在这种欢乐的幸福时光，但他身为一位世界的守护者，知道自己不能一直沉溺于这欢乐之中，只有自身变得更加强大，才能守护自己身边的人，同时也让自己的家人一直陪在身边。如今看似大纣非常和平，但那些隐晦黑暗的魔爪已经渗透在其中，只不过目前还没有被所有人发现而已。不过萧炎、灵动沐尘却是已经隐隐发现这些隐藏于黑暗中的魔爪，如果自己不变得更强大起来，恐怕日后自己的世界也必定会受到像天人界一样般的永久性火毁灭。到时候自己的实力没有足够的强大，千元界就会受到危机。他们身为这方世界的守护者，本身就有着任务义务，必须承担起来。不仅是萧炎如此，灵动沐尘他们的想法同样与萧炎一样，一直想保护身边的人，守护这个大世界，让自己的世界一直不受界外的强敌入侵。如今他们3人已经纳入神列，踏足神之路，其实力放在第2等级世界之中，都是直接登顶的强大存在。当初他们以神为目标，已经达到了，但这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神之领域他们刚踏足，更多的还需要他们一起去探索主宰之上的神之领域。此外，他们3人飞升第1等级世界，
不仅仅是参加招揽神会，同时也会调查当初与界外天人族还有先天神族合作的背后目的究竟是什么？为何他们就算以大界的毁灭为代价，也要夺取苍穹之心？难道苍穹之心真的有什么秘密？就连他们那些强大的存在，都要想方设法的夺取。或许这些答案，只有飞升第1等级的世界之后，才会慢慢的知晓一些不为人知的答案。无尽之内，灵动抱了一下自己的2位妻子和一位美丽动人的灵境，在最后这不舍的道别中，灵动声音轻轻传出：接下来我会飞升第1等级世界，武境的事情我已经交代给小雕、小妍他们打理，日后我武境也会创立在第1等级世界中，到时也是我灵动接你们的日子。说完，灵动再次深情地看了一眼林青竹和殷欢欢，以及自己那位已经长大成人、拥有绝世容颜的灵境，转身化为流光，便是离开了武境。幕府之中，洛里和慕云熙都是依依不舍。不过她的老公很优秀，作为守护者有守护者的使命，不能停下变强的脚步。再见了各位，我沐尘有朝一日将会带领你们一同飞升第1等级世界，我想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了。沐尘对着府中的一众人拱手道别，最后的目光看了看洛里和慕云熙，眼中皆是露出一丝念念不舍的味道，但也只能强力压制住心中的这份情感。旋即沐尘的身影便消失在幕府之中。千元宫，萧兄、离兄、穆兄，他们3人当年能够在大千世界成为巅峰传奇，此前又在天元界登顶，成为绝世传奇。我相信他们3人也必定会在第1等级世界中闯下名声，创立属于自己的势力，傲视群雄，君临天下。晴天轻声说道。不过对于萧炎他们3人，却是拥有无比的自信，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他们3人在第1等级世界，在那无数众神之中脱颖而出的模样。你们3人放心的去更高等级的世界中全力发挥吧，千元界我会帮你们看守住，此前交代的事情，秦某也会密切关注。此时，晴天的目光已经看到了千元界的虚空之上，一艘巨大的方舟缓缓出现，有着3道不同颜色的流光，直接落在了方舟之上。萧炎、灵动、沐尘3人站在方舟的甲板上，对着下方的无数众人拱手相视。又到了与千元界暂时告别的时候了，虽然有千般不舍，他们也只能暂时忍下心中的牵挂。旋即启动了方舟，直接朝着遥远的天际之上飞去，因为在那里便是千元界的尽头。恭送炎帝，恭送五祖，恭送墓主。整个千元界的无数生灵拱手地对着萧炎他们离去的方向，异口同声地恭送道。空间无限地被拉近，这里的空间已经呈现虚无般的姿态，就算是主宰境的主宰者都不敢轻易地踏足于此，因为一旦踏足，就会被这里的虚无力量瞬间撕碎。唯有神奇方才能够立于虚无之中。虚无之中，空间剧烈的波动，一道巨大流光掠出，便是穿梭在宙海之中的方舟。方舟的甲板上，扶手立3道人影，他们3人望着这里无尽黑暗的虚无空间，因为这里的空间便是宙海。宙海之中虽然有大宙的风暴，只要遇上了非常的危险。不过对于如今已经成神的萧炎、灵动、沐尘来说，大宙风暴就算真的出现，也不会像上次那么狼狈。况且神奇可以能够在虚无中生存，这就是神的力量。而他们现在要去的路线，就是先要从千元界乘坐穿梭方舟来到第2等级世界，一个叫天星之地的特殊空间。只有进入到这个界域之后，方才能够从第2等级世界飞升到第1等级世界之中。由于第1等级是大宙的最高级世界，并不能像第3等级与第2等级一样，靠着黑洞虫洞就能穿梭进入彼此的等级世界。所以想要进入第1等级世界，必须先抵达天星之地，只有被神性之海净化后，方才能够打开飞升第1等级世界的诸神通道。不过这一次，由于召开招揽神会，只要被成功选中，那么就会直接飞升第1等级世界的资格，并且连接的空间节点就是此次召开招揽神会的地方天神山。刚刚我又放入了刚炼制的50万枚主气丹，让方舟全程急速行驶，只需要1个月的时间，应该就能够抵达天星之地了。萧炎说道。没想到萧兄的炼药术比起之前更加的精湛了，这次所炼制的速度远远超出之前的数倍之多，据我推算，应该已经达到9品药仙了吧。灵动的声音在一旁响起，有些感兴趣起来。毕竟炼药师这个身份，无论在哪一个地方都是非常吃香的。萧炎身怀地炎，又身怀神火，就连炼药术都达到了如此可怕的程度。要知道，炼药师的号召力远远超乎想象。或许这个炼药师的身份，在第1等级世界中都是拥有巨大的号召和影响力。林兄夸奖了。随着我的主境灵魂这2年的微微提升，我的炼药术也相对提升一丝。萧炎哈哈一笑道。萧兄还真是谦虚，如果炼药术能达到9品药仙，都只是微微提升的话，那么让其他炼药师何去何从？灵动带着一丝调侃的语气回答道。萧炎闻言则是一脸爽朗的大笑。讲起炼药术和灵魂力量，就想起当年在纪元遗迹中与那位叫吴雪的女子，她的灵魂更是达到主境之上，神境的灵魂境界。那等境界，就算是萧炎目前都只能远远的瞭望着。神境灵魂乃是灵魂等级中的最高境界，所以想要突破至神境灵魂，不仅需要大量的灵魂本源，还需要对于灵魂修为的极深造诣和天赋。只有将这几样综合起来，才会让灵魂修为变得更加的精湛。不知这次飞升第1等级世界后，能否遇到那吴雪女子？萧炎心里暗自喃喃道。之前自己在对抗神器联盟的神使时，对方在关键时刻救了自己，如果能够遇到，必定会
还他这一份人情。不过萧炎记得那位舞雪女子所在的势力好像是叫武神阁，看来届时要打听一下武神阁的一些信息了。此次招揽神会乃是神奇联盟举办，不知道有多少强大的神奇参与了。沐尘双手抱胸，目光望着这片无尽黑暗的咒海。虽说自己成为神祇，但还只是第3序列神，在神指境之中还只是刚入门而已。而参加这一届的招揽神会之中，必定有着很强大的神奇，况且还有一些第1等级世界中的神势力，为了能够加入神奇联盟之中，也派出了非常强大的神奇。看来想要进入招揽神会的前10名，怕是又有一场激烈的神与神的对碰了。不管来参加的神奇有多强，前10名我们3位必须都占一席。萧炎那勇者无畏的精神在其身上不断的散发出来，看到萧炎这股无比坚毅的心态，灵动沐尘2人也是肃然起敬。好，天星之地，我们来了。一艘偌大的方舟最后化为流星，洞穿咒海，直至天星之地的方向穿梭而去。